从外星人那里获得信息，并且翻译出来，以探索实现时空旅行。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维尔协会和他的预言。前2集我们分享了特斯拉的双生火焰玛利亚以及他在必秀5的经历。这一集我们集中轰炸他曾经的辉煌成就——维尔社团。维尔社团看上去是2战德国的普通社团，但是其实他的真正的幕后老板是必秀5的外星人。Oh my god， 嗷嗷狠！我们看一下他们到底有什么神操作。油炸花生米，闲言少叙。讲1940年，玛利亚决定创建通灵者小组，以研究探索必秀5外星人的心灵感应接触，从外星人那里获得信息，并且翻译出来，以探索实现时空旅行，访问银河文明中高度先进的外星文明。于是全德国的形而上学协会诞生了。玛利亚是负责人， Trout、Gordon、Sinon、Hake 是创始成员。后来为了工作隐秘的需要，协会更名为维尔妇女协会，简称为维尔协会。维尔协会是一个女性主管的秘密社团，主管们都留着马尾辫，这在那个时代显得特立独行，而且不信任有组织的宗教，但是不干涉政治或宗教事务，所以所有成员都是素食主义者，禁酒禁烟禁欲，不使用药物和幻觉上瘾的物质。他们追求高尚品质，不积攒任何的财产，崇尚万物皆有灵。社团成立的唯一目的是根据玛利亚从外星人那里获得的技术数据，建造可以将他们带到必秀5的超级飞行器，或者我们称之为 UFO。 为了这个项目，协会又衍生出了其他的目标，他们需要找到可以建造飞行器的科学家和项目资金，同时防止军队尤其是党卫军获得这些专业技术和数据，根据外星人的指导，通过启蒙灵性和科学为地球带来和平，也要防止德国在精神和经济方面的崩溃，以保证 UFO 的顺利建造。但是在1945年年底之前，他们需要永远的离开德国，这是必秀5外星人要求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这样会间接的传授人类知识，而不违反宇宙联盟规则。提到维尔协会，难以撇清的就是图勒和基地2个纳粹集团。其实维尔协会在意识形态上与图勒以及基地协会是保持独立的，最终也和他们分道扬镳。但是现实迫使维尔协会注定要与他们进行一定的合作，因为这2个社团是神秘界的翘楚，吸引了众多的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语言学家，而且能够筹集资金来资助庞大的 UFO 建造项目。所以维尔协会只能选择与这2个社团进行合作。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玛利亚从外星信息当中得到了许多的楔形文字，有些就是由合作社团里的语言学家破译的。外星人使用的文字总体上是阿纳赫语言，其他部分似乎是比布鲁斯文字的早期形式，也就是腓尼基文字。中东、近东、安纳托利亚和印度的早期居民认为这是阿努纳奇神话中的语言，其实也就是人们所笃定的阿努纳奇诸神的语言。看大屏幕，这是一张腓尼基字母表，其中蛙这个词对应的实际上是一个阿努纳奇的符号，写作 Y 的形式。字母 Y 代表一个星球左右两侧的额外维度，而 WAW 在阿拉伯语中书写和发音都类似于腓尼基语，也对应着希伯来语的 VAV。VAV 代表2件事，第一件事扬升，第二件事第3维度之外的2个维度。所以
维尔实际上可以写成 WIL，V 或 W 代表的是星门。这个星门所指的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另一部分的 IL 表示上帝，或者说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所以全词指的就是神之门，或者通向神的星门。在二战期间，维尔和图勒是 UFO 概念背后的原始与主要的推动力量，但是同时图勒和 DHVSS 这两个社团也吸引了很多的政治人物，比如党卫军成员和纳粹领导人。1920年，两个社团在幕后推动创建了纳粹党，而且还策划了雅利安人优越种族说。玛利亚通灵的毕秀伍外星人是阿努纳奇人的后代，尽管真正的阿努纳奇人他们的眼睛头发都是黑色的，比如早期的亚美尼亚人的祖先就是阿努纳奇人。玛利亚也向外界宣布，来自毕秀伍的外星人是雅利安人在精神上的媒介，但他们还是被视为雅利安人。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席卷了德国的通灵者、唯心论者、心理学家、军队以及政治家。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很喜欢这个概念，因为可以用来宣传德国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包括鲁道夫·冯·塞伯滕多夫宣扬德国雅利安人起源于超级银河文明，比如神秘的西藏以及消失的亚特兰蒂斯文明都属于是雅利安种族。而海伦娜·布拉瓦兹基的学识更加加强了这种信念，连秘密社团的成员都相信自己是亚特兰蒂斯神灵和神族的后裔，是他们的神创造了地球上的伟大文明。积极的一面是维尔社团的成员从毕秀伍外星人那里得知了许多的秘密，比如控制已知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巨大秘密。第一个，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第二个，如何使用超光速穿越宇宙；第三个，如何建造一只 UFO。 维尔社团的计划是将社团的成员带到宇宙的边缘，所以说二战结束之前，一部分精英就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了。可是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仍然是科幻或者是叫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思想编程的效果，抑制大众的想象力。所以有些外星人选择接触中学以及以下学历的人来避免编程的危害，比如特斯拉、玛利亚这两位传奇人物，他们就是逃脱了思想编程的人。第四个，人类真正的起源以及我们为什么在地球。第五个，如何发展灵性力量，以将知识智慧提升至最高的水平。第六个，了解关于上帝和其他神明的真相，以及为什么宗教会被创造出来。第七个，来世以及宇宙的其他维度。这七大秘密也一直困扰着人类。同时维尔社团或者说是玛利亚也留下了很多的预言。首先分享已经实现的部分，他们告诉玛利亚，美国将崛起，德国将在1945年年底前结束战争，犹太人将拥有自己的领地，以色列会成为他们新的国家，但阿拉伯人会反抗，以色列及其邻国将躺在鲜血中，俄罗斯人将控制整个东欧并且犯下暴行，欧洲将统一为一个经济体，并且采用新的货币体系。来自不同的世界的外星人将访问地球。接下来是没有实现的预言，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在我们和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外星种族之间注定要发生冲突。第二，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注定要发生，但战争不是在地表进行，人类可能会生存下来。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在病毒不简单那一期已经分享过，而且最近有网友用尼康的单反相机长焦拍摄月亮时，在月亮附近发现了2艘大型的 UFO， 所以这两个预言可能已经正在进行中。第三，所有地球人都将见证光之存有的回归，他们将在2021年或者2022年返回地球，因此许多层面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人的本性不会完全改变。关于这一点，
我们在蓝鸟种族和金三角预言那一期也曾经分享过。第四，在21世纪末之前，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在短短几天内死亡，因为整个的地球都要覆盖着令人害怕的灰烬云。这是世界末日级的事件。令人遗憾的是，人类的贪婪和自私直接导致了这一后果。关于这件事，有机会我们单开一局。第五点，在22世纪，所有的星门将被激活，来自其他世界的文明会定期访问地球。那时，对宇宙、对时间、空间的了解，使我们能够轻松地访问遥远的未知宇宙，比如行星和恒星。这将是所有的地球人新历史的开端。历史也不是在地表书写的，这个我们之前在文明的分娩之痛那一集也分享过。这也是现代人类的终结日和新人类的诞生期。从这里可以看出，地球就是一个生物摇篮，培育出创造其他星球生物的生物，也就是人类。 Oh my god， 狠！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球人将遇到来自其他星系的超级生物，也会学到真正的知识，从而发现自己的真实本性。关于真正的知识，有机会我们单开一局。维尔社团一直是二战后不被媒体披露的组织之一，原因是关于他们的资料太少，再就是所有已经被发现的资料太过于耸人听闻，似乎是脱离现实。然而当时的神秘界在各个阶层的推动下发展的最为彻底，后来的德国 UFO 等事件都与维尔社团有关。而二战之后，德国工业曾是世界第2大工业国，其精良的制造业都脱不开当时神秘界从星宿五得来的信息，包括上集讲过的舒曼共振。 Oh my god。 OK， 今天就先飘到这里，信不信全由你把控，爱不爱全由你操纵。谢谢收看，请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分享。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 Joy and Peace。